在我们上一期的影片中，我们使用了 Arduino Zero 版来作为我们的主控器，它是一块内建了一颗 SAMD 系列微控器的 Arduino 开发版。我们在 Arduino 的官方页面中就可以看到，有一整个系列都采用了同样的 SAMD 微控器，因此这些都是我们标题中所说的 SAMD Arduino。而在经典系列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块 Arduino Zero 版的倩影，和传统的 Arduino Uno 版不论在外观、接脚配置以及功能性上面几乎都是一模一样。而如果真的要我说出一个它们最主要的差别，我肯定就会说是 SAMD 系列微控器能直接在标准的 Arduino 环境中使用单步执行来开发程式，因为我一开始就是为了这点才买下它的。但我第一次真正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是因为它能支援 I2S 做音频应用，才特地把它端上桌的。而这也是另外一项在8位元 AVR 系列 Arduino 中所不具备的能力。除了这些之外，如果未来我们能把它设计到我们的应用中，作为我们的 Arduino 工作核心，还能在效能上直接提升几个档次呢。因此，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是否能将这颗 SAMD 微控器制作成相容于 Arduino 的独立控制器。实作的第一步，我们得先设法将这颗 MCU 上到 PC 板上，以便对它加以操作。而对于实验阶段的我们来说，最简单且万用的方式，当然就是利用这种转接板来将所有的片角延伸出来。我们将它粘妥后，接下来就可以对它进行任何形式的操控了。要制作相容于 Arduino 的控制器，首先得考虑程式要如何烧录。而 SAMD Arduino 有一项特色，就是可以透过它自身的 Native USB Programming Port 来进行烧录。但要赋予它这项能力，需要先对它烧录 bootloader。因此，我现在的盘算就是找一组相容的烧录器对它烧录 bootloader。未来程式更新的部分就可以不需要再依赖烧录器来进行烧录了。我手边有几组支援 SAMD 微控器的烧录器，但不确定能不能用在 Arduino 的环境中。为了要确认这些烧录器能不能用，我打算先拿我们这块 Lilo 板来做些实验，也就是手动对我们板子上的 SAMD MCU 重新烧录 bootloader， 以便确定烧录器可以正常工作。我们参考 Arduino Lilo 板的电路图，板子上有预留了一组SWD 的烧录界面，我们现在可以把 SWD 两只脚连接出来。我们现在就先用这组 DepLink 来进行实验吧。我们把 DepLink 上的 SWDIO、Clock、VDD 和 D 分别连接到开发板对应的接脚后，然后在 IDE 中选择烧录 bootloader。哇，竟然直接都成功了！因此，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 DepLink 是相容于 Arduino 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参考 Arduino Lilo 版的硬体配置，一步步的帮这个全新的微控器加上所需的外部电路，应该就可以成功的对它进行烧录了。现在我们先将这颗 MCU 转接到面包板上。确认一下接脚的位置正确无误。然后如同在开发本上一样，直接将 DepLink 的4只脚连接到微控器上。直接进行烧录。然后，果然直接就不能烧录啦。当然，这也不意外啦。这样，我们就有需要来看一下开发版的电路了。除了电源外，它有预设的 reset 电路。这个 N reset 角一般是用来手动控制 MCU 系统重启的。因此，如果处于低电位，就代表 MCU 处于待机的状态。而 VDD core 角皆有一颗电容。从手册内容可得知，当我们有为 VDD-IN 角提供电源时， VDD Core 应该会输出一个大约 1.2 伏的电压。板子上还另外接有一个 32.768 赫兹的晶体振荡器，我们一样把这些差异都接上去。
然后再试一次，仍然是不能烧录。检查一下我们的 VDD Core 电压，哈，只有0伏。我们看看手册中的方块图，这里明明就标示着这个 VDD Core 电压应该在总电压 VDDIN 接入之后就要有个相应的电压才对啊，因此这之中肯定存在着某些问题。我们比对一下和 Lilo 版的差异，实际上仍然是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异的，像是板子上所有电源角、Reset 角、VDD Core 角上都皆有电容。USB port 有接出来，以及一些其他的周边电路。但如果我们需要将全部的电路都安排的和 Arduino Lilo 版相同才能烧录，那也太累了吧。因此，这时应该就要从手册中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啦。我们从手册附录中找到电路检查表，其中电源供应单元的检查里面有个部分，我来来回回看了好几次，越看越觉得很在意，那就是它的 VDD-ANA 角。这只角我一直觉得只是用来给 AD、DA 这些类比区块所使用的电源，感觉不接也无妨。然而，不论从手册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说明了，所有的电源皆需要安装适当的电压，甚至在启动的章节中说到 ，POR 电路将侦测 VDDA 电压，达到一定条件后才会开机，并且在开机后，透过内部的8 MHz 时脉来驱动接下来一些重要的系统工作。所以，我们的 VDD Core 电压异常。难道会是因为 VDDA 没接所造成的吗？我们试着将 VDDA 接上电源，量一下 VDD Core 电压，真的就有量到 1.2 伏的电压了。Reset 角也呈现高电位，这代表系统可能有开始工作了。那这样是不是就能成功的烧录了呢？烧录！哇，真的成功啦！我们使用这个标准的 Arduino Blink 范例程式，接上 LED， 烧录程式 ，LED 如期闪烁，这代表我们的 SAMD 微控器已经摇身成为标准的 SAMD Arduino 控制器啦。再来，可以试着移除多余的元件，以简化启动电路。现在我们就只剩下一组 VDDIN 电源，一组 VDDA 电源 SWD， 这样其实就已经可以烧录了。那这就是我们这次实验的结论啦。谢谢您的时间。最后，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忙订阅、点赞。我们下期影片见啦，拜拜。